龙腾断桥历经大地震与强震的无情摧残，昔日巍峨的红砖拱桥仅存残墩。这边也有一个街头艺人正在表演，看起来是胶囊旅馆。现在我们正在炒草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小奥，我现在人在苗栗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旅游2天，而我们呢这次去的景点大概是3、4个，而我们现在准备前往龙腾断桥。那我们等一下在龙腾断桥那边见咯。各位观众，我现在这个身后的呢就是龙腾断桥，听说是被地震震倒的，只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地震就是了。那我们赶快去参观吧。龙腾断桥历经1935年关刀山大地震与921强震的无情摧残，昔日巍峨的红砖拱桥仅存残墩，在风霜中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古朴之美。而旧时的龙腾原称鱼藤坪，相传先民刻制鲤鱼精，在此变质鱼藤，并借关刀山斩杀精怪。这段守护乡里的传奇，更为断桥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这里也有感觉是当时遗留下的铁轨。此地也不像我想的一样荒无人烟，也蛮多人的，而且竟然还有餐厅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原本也想要搭乘后面的这一台火车，只不过呢，好像那时候票已经没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南断桥部分，这边原来是铁，难怪这边的贴纸比较短。这边原来是火车路线，这边是在刚才楼梯上来的那个地方，这边好像是通往另一个停车场的通道。那我们下一站见咯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圣心车站，而这就是我们的第2站。那我们赶快开始逛吧。圣心车站建于1906年，标高400多公尺，是西部铁路最高点。这座日式木造建筑采虎牙式设计，据说能辟邪祈福。虽然旧山线已停驶，但这座限定古迹如今成为游客探险隧道、新人拍婚纱的怀旧圣地，让拥有多项第一的百年车站继续延续着历史风华。这里也有一排商店街，这边也有一个街头艺人正在表演。然后我们在这里买了一台火车造型的点心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落日大道，但是虽然说现在日落已经落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来看一下，看能捕捉到什么精彩的画面。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吧。这边就是落日大道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吧。
这是我们今天晚餐吃的餐厅，我自己是感觉还不错。这道奶香锅巴是我觉得最特别的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民宿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原本4人房被分到6人房，而这边呢，进去第一间就是有厕所，然后有一个洗手台、马桶，这边还有一个淋浴的空间，这边有一个衣架。再过去这边呢，一样是一个洗手台、一个马桶，还有一个看起来可以冲东西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床，这边也有一个沙发、电视，还有一些梳妆台之类的，还有一个冰箱。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，看起来里面都没有东西。镜子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台冷气。这边还有4个包厢，看起来是胶囊旅馆。爬上去看看。爬进去后呢，这边有一个保险柜，这边不知道是什么的装置，好像是感应卡。这边还有一面镜子。这边是开灯。一人一个洞。这边是太空蓝灯。那我把2个行李拿进来。这边是这个亮灯，顶灯是这个。空调就可以开，还有换气，好像在这边的风扇，一样是有一件棉被，看出去了大概是这样子。这边还有一个很猛的，可以直接这样子把门关住。我们房间差不多就是长这样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，我们准备要来睡觉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现在已经是隔天早上了，那我们就去吃个早餐，下一个景点见咯。这就是我们民宿的外观，它感觉好像是买很多房子来当民宿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下一个景点了，也就是火车头博物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景点会放在另一支影片，所以呢，请各位点选右上角资讯去看，但是先把这支影片看完。这则是下一个景点的预告。没想到这台车竟然是全台仅存的。想知道这台火车更详细资讯，敬请期待正片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逛完这个博物馆了，那我们就下一个景点见。这是今天中午的餐厅。这家餐厅的菜色也不错，而且我发现好像有一些菜色跟昨天的餐厅有点雷同。而这家餐厅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我们点的牛奶咖喱味的菜色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景点，也就是我们要来采草莓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去吧。他有给我们一个箱子，然后可以采5号和6号的，那我们赶快去采吧。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正在进行采草莓。他说只能采红的，青色的都不能采。然后我目前已经采这么多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先采咯。这个草莓是高价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最后采了这么多。他会帮我们把一个一个草莓慢慢排好。草莓。
结账后他们帮我们装2袋，这是我们现场买的。这边竟然还有大湖限定乖乖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苗栗2天1夜的影片。而我最喜欢的呢，就是龙腾断桥和采草莓，因为我从来都没采过，然后没想到草莓这么贵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！记得去看我的那一支火车头博物馆的影片哦。